Rodri 高舉起世界杯，整整一屆世界杯8場比賽，他一顆球都沒有進，一次助攻都沒有。可是這座冠軍金杯，還有頒給全世界最佳球員的金球獎，都是他的。在足球的歷史上，只有7個人同時擁有過這4座獎杯：世界杯、洲際冠軍、歐冠，還有金球獎。前面6個是 Gerd Müller、Franz Beckenbauer、Zinedine Zidane、Rivaldo、Ronaldinho、Lionel Messi， 一整排你一聽就會起雞皮疙瘩的名字，而且幾乎全是站在鎂光燈下會進球、會發光的巨星。第7個是一個不進球的防守中場，一個1年多前右膝十字韌帶整條斷掉，很多人以為再也回不到頂級的男人，他叫 Rodri。這是他怎麼把自己的名字刻進足球金字塔最頂端那份7人名單的故事。先說清楚一件事 ，Rodri 踢的位置叫防守中场，這是全場最不容易被看見的位置。他不像前鋒會進球，不像 Messi 會過人，他做的事情大部分時候你甚至不會注意到，傳球、卡位，把對手的進攻在他還沒發生之前就先掐掉。所以這一集要回答2個問題：第一，一個看不見的防守中场，憑什麼跟史上最華麗的那些攻擊手並排站在一起？第二，一個1年多前韌帶才斷裂，復出之路一波三折的人，又是怎麼在世界杯這個最大的舞台上站上最高點？要懂 Rodri， 得先懂他那個位置的價值。一支球隊在场上就像一支樂團，有人負責獨奏，負責最華麗的那段，那是前鋒和進攻球員；而防守中場是站在中間，掌控節拍的那個人，他決定球隊往前推進的速度，決定什麼時候該慢下來，什麼時候該加速。他要在對手的防擊形成之前，就先一步把球攔下來。而他做得越好，你反而越感覺不到他的存在，因為那些危險根本沒有機會發生。Rodri 就是這種球員的極致，他不炫技，畫面上甚至有點無聊，但只要把他從球隊裡抽掉，整支球隊會立刻散架。而這種球員長久以來一直是被低估的，球迷買球衣很少會買一個防守中場的號碼，比賽的精華影片裡也很少剪得進他們的畫面。他們就像一支球隊裡的水電工，沒有人會為水管鼓掌，可是一旦停水，整棟房子立刻就癱瘓。Rodri 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，而他厲害到最後，逼着全世界都不得不正眼去看待這個位置。有趣的是，他本人也不太像個典型球星。在西班牙踢球的那幾年，他一邊比賽一邊住在學生宿舍，把大學的企業管理學位給念完了，是更衣室裡出了名冷靜講理的那一個。Rodri 出身西班牙，早年在馬德里競技嶄露頭角。2019年 ，Pep Guardiola 把他帶到曼城，交給他這支球隊中場的心臟位置。在曼城，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有多重要。有一項數幾乎能說明一切：只要 Rodri 在場上，曼城幾乎不會輸球。他在的時候，球隊像上了發條；他不在的時候，球隊就像被抽掉了脊椎。誇張到什麼程度？從2023年2月起，他個人接連出賽的74場比賽，一場都沒有輸過。那是整個歐洲足壇史上最長的個人不敗紀錄。換句話說，有1年多的時間，只要 Rodri 在場上，他這支球隊就沒嘗過輸球的滋味。在頂級足球裡，一支世界最強的球隊把命運如此緊緊地綁在單獨一個人身上，是非常少見的事。2019年到2024年，他跟着曼城拿下一座又一座英超冠軍，包括 Guardiola 手下史無前例的英超4連霸，成了這套體系裡最不可取代的那塊拼圖。而2023年，這一切迎來了第一個真正的高潮。2023年的歐冠決賽，曼城對上國際米蘭，那是曼城隊史第1座歐冠。Guardiola 在這家俱樂部追了整整7年的獎杯，也讓曼城在那個賽季完成了英超、足總杯、歐冠3冠王的偉業。而打進全場唯一一顆進球，把比數鎖定在1-0，親手把大耳朵杯帶回曼徹斯特的人，就是 Rodri。一個防守中場，在球隊最需要一顆進球的那一刻，自己站了出来。記住這個比分1-0，這個數字3年後會再回來找他一次。隔年2024年夏天 ，Rodri 又贏了一座大賽，這一次是歐國杯。
那個夏天的西班牙踢出了全歐洲最流暢的足球，而所有的節奏都是從 Rodri 的腳下發出來的。他們一路過關斬將拿下冠軍 ，Rodri 也理所當然地被選為整屆賽事的最佳球員。到了2024年秋天，足球界最高的個人榮譽金球獎也頒給了他。這件事的分量可能比你想的更重。金球獎這個獎幾乎永遠屬於進球助攻的攻擊手，一個純防守型的中場能拿到它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事。上一個做到的是1990年的 Lothar Matthäus， 那已經是30幾年前。而 Rodri 也是繼1960年的 Luis Suarez 之後，西班牙睽違了60幾年才又一次有球員捧起這座獎。而且別忘了，那幾年他身邊就站着一個 Erling Haaland， 一個一記動輒轟進30-40球，把各種進球紀錄踩在腳下的怪物前鋒。照理說，進球最多、最搶眼的那個人才是金球獎的天生人選。但最後，這座獎沒有頒給那個把球踢進網子的人，而是頒給了那個確保球隊機器能夠運轉，自己卻常常一球都不進的 Rodri。足球世界第一次這麼清楚地告訴所有人，原來把看不見的工作做到極致，也可以是全世界最有價值的事。那一刻，他站上了職業生涯的頂點。然後，幾乎就在同一段時間，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最殘忍的玩笑。2024年9月，一場對上兵工廠的比賽 ，Rodri 在一次再尋常不過的拼搶之後倒地，抱着自己的右膝，臉上的表情，所有球迷都看懂了。診斷結果，右膝前十字韌帶完全斷裂，還伴隨半月板的損傷，整個賽季報銷，必須動手術重建。而最殘忍的是那個時間點。僅僅1個多月之後，就是他領取金球獎的頒獎典禮。2024年10月，巴黎的舞台上，全世界最佳球員是被人挾扶着、拄着拐杖走上台，領走那座他生涯最重要的獎的。對一個靠奔跑、靠對抗、靠覆蓋整片中場為生的球員來說，十字韌帶重傷是最讓人害怕的那種傷。有太多球員從這裡開始就再也回不到原本的高度，而對 Rodri 來說還多了一層殘忍。他才剛剛拿到金球獎，正站在整個職業生涯的最高點，從最高處一瞬間跌進最深的谷底。這種落差有時候比從來沒有站上去過還要更難熬。那個賽季失去了他的曼城，也一度陷入 Guardiola 執教以來最難堪的一段低潮。仿佛全世界都在替他補上那個沒說出口的問題。沒有了 Rodri 會變成什麼樣子？ Rodri 的復出並不是勵志電影裡那種一路向上的劇本。十字韌帶的復健是一條又孤獨又漫長的路。當隊友們在草皮上比賽爭冠的時候，他一個人待在健身房裡，日復一日地催出那些枯燥的動作，一點一點地把膝蓋的力量練回來。對一個把冷靜、把控制當成招牌的人來說，最難熬的或許不是身體上的痛，而是那種不知道自己到底還回不回得來的不確定。他在受傷大約8個月後，才在2025年5月勉強回到球場，而回來之後狀況一再反覆。夏天的世俱杯出現體能上的挫折，甚至有一場比賽才開場20分鐘，膝蓋的不適就逼着他不得不再一次走下場。換句話說，在2026世界杯開打之前，其實沒有人能100%確定那個賽季最好版本的 Rodri 到底還回不回得來。而他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關，甚至不是奪冠，而是先證明自己還撐得起這個舞台。2026年世界杯在北美舉行，西班牙帶着上一屆歐國杯冠軍的班底而來 ，Rodri 也重新回到了球隊中場。淘汰賽，他們一場一場往上爬，16強1-0淘汰葡萄牙。Mikel Merino 在中場前補時的一記絕殺，親手送走了 Cristiano Ronaldo 的最後一屆世界杯。8強2-1力克比利時，4強2-0乾淨利落地擋下星光熠熠的法國，一路走到決賽，這支西班牙一場都沒有輸過。而決賽的對手是上屆的衛冕冠軍
Lionel Messi 的阿根廷。那是這顆星球上最後一次能看到 Messi 為世界盃而戰的舞台。幾乎所有的鎂光燈都理所當然地打在那件10號球衣上。沒有多少人會在賽前特別去談論那個站在中場埋頭做着雜事的 Rodri。決賽在紐澤西的 MetLife 體育場，西班牙對上阿根廷。這場比賽某種程度上是兩種足球哲學的對決：西班牙的控制與傳導對上阿根廷的韌性與街頭氣質。而站在這一切最中央的是 Rodri。那一場 ，Rodri 幾乎把整個中場關進了自己的口袋。他的觸球次數高達116次，而對面那個 Messi 只有29次。他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把 Messi 的影響力一點一點地掐熄。阿根廷被壓制到什麼程度？他們整整90分鐘連一腳射門都沒有。這是世界盃決賽的歷史上第一支在90分鐘內交不出任何一次射門的球隊。Messi 全場唯一一次嘗試要等到第117分鐘。而更雪上加霜的是，90分鐘的傷停補時階段，阿根廷的中場 Enzo Fernandez 被紅牌罰下，他們只能用10個人去撐完整個延長賽。那整場，西班牙轟出了20次射門，把阿根廷的門將 Emi Martinez 逼出了世界盃決賽史上單場最多的11次撲救。這已經不只是勝負，而是一面倒的壓制。而壓制的中樞就是 Rodri。僵持了很久，比賽被拖進了延長賽。延長賽下半場才開始39秒，第106分鐘，替補上場的 Ferran Torres 在禁區前一腳抽射，攻進了那顆一錘定音的進球。西班牙1-0擊敗阿根廷，又是這個比分1-0，跟3年前那個歐冠決賽的夜晚一模一樣。總場哨響，西班牙睽違2010年之後第2次成為世界冠軍，而整屆賽事最佳球員的金球獎頒給了那個一顆球都沒進的人 Rodri。沒有進球，沒有助攻，他靠的是全隊最多的傳球，最多的跑動，靠的是那些你在轉播畫面上不會特別去注意，卻默默決定了整場比賽走向的東西。也就在這一刻，那份名單完成了：世界盃、洲際冠軍、歐冠、金球獎，足球場上最高的4座榮譽全部集齊。在他之前，只有6個人做到過。看看這份名單 ：Gerd Müller， 德國史上最致命的射手 ；Franz Beckenbauer， 那個帶着球長驅直入、優雅的像個皇帝的清道夫 ；Zinedine Zidane， 把足球踢成藝術的男人。Rivaldo 和 Ronaldinho 兩個讓全世界露出笑容的巴西魔術師，還有 Lionel Messi， 他們幾乎每一個都是靠着進球、靠着助攻、靠着那些讓人屏住呼吸的華麗瞬間被記住的。就連唯一的後衛 Beckenbauer 也是那種會自己帶球殺上前場、優雅到讓人移不開眼的傳奇。他們都是舞台上的主角，是聚光燈追着跑的人。只有 Rodri 不是 ，Rodri 是第7個。而且是這7個人裡面唯一一個不靠進球，靠着那些看不見的工作一路走到這裡的人。不過，關於 Rodri 還藏着一個很有意思的伏筆。時間倒回他小時候，這個在馬德里長大的孩子，最早是在馬德里競技的青訓體系裡踢球的。結果17歲那年，馬競以身體不夠強壯為理由，把他給放走了。一直到很多年以後，才又把他買了回來。而在他捧起世界盃、拿下金球獎之後，足壇最大的轉會傳聞之一，就是他可能會加盟另一支馬德里的球隊——馬競的死對頭皇家馬德里。據報道，連皇馬的主帥那個以務實、以防守著稱的 Jose Mourinho 都想要他，而 Rodri 自己也點了頭。但擋在中間的是皇馬主席 Florentino Perez 的猶豫。一部分原因很現實。Rodri 已經快30歲，而且才剛從十字韌帶重傷回來。可是另一部分原因，簡直就像這整個故事的縮影。Perez 一輩子最迷戀的是那種閃閃發光、能上頭條的銀河艦隊巨星，而在他眼裡 ，Rodri 只不過是個防守中場。
就連拿遍所有榮譽，他還是得面對那個老問題，不夠花俏。你看，即使已經拿遍了足球場上所有的獎杯，那個做着看不見的工作的人，好像還是得繼續證明自己的價值。我們總是習慣把掌聲留給進球的人、過人的人，放上縮圖的人。可是 Rodri 的故事好像在提醒我們一件事：一支球隊之所以能贏，往往是因為有一個人願意去做那些沒有人會記得，卻又絕對不能沒有的事。他斷過十字韌帶，走過那條沒有人能保證走得回來的路，然後他回來了，而且站上了最高的地方。原來足球從來就不只屬於進球的人，它也屬於那些願意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極致的人，屬於那些跌倒過、被懷疑過，卻還是選擇一步一步慢慢走回來的人。而從這一天起 ，Rodri 這個名字就和那6個傳奇永遠的刻在同一份名單上了。我是 Pitch， 球場有好的故事就會更新，在留言區告訴我你最想聽哪個球員或球隊的故事，好的主題我不會錯過。如果你對這種足球故事有興趣，歡迎訂閱與追蹤，我們下集見。